同学聚会上，女友真心话大冒险输了，说要给生命中最遗憾的人打电话。我听着电话那端传来磁性的声音，他问：如果我现在离婚了，你会不会给我一个家？那边男人语气坚定。退！瞬间全场寂静，所有人都以为我会气急把桌子掀了，没想到我只是平静地摘下无名指的戒指，淡淡道：我们还没领证，不算太晚，那就分手吧。我给他腾地方。话落没等他开口，我转身离开。中途我打通了远在京北的电话：爸妈，我同意回家结婚了。我的语气坚定而平淡。太好了，燕之，你总算想通了。你可是裴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，要不是你这些年执意要求在外多历练几年，你早该结婚接手家业了。我和你爸爸早就物色好了对象，就等着你开口呢。听着老两口欣慰不已的语气，我心里生出些愧疚，语气不自觉和软了几分。我都听你们的安排。好，婚礼就定在1月19号，怎么样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要不要提前接触一下联姻对象？我安排你们最近见面怎么样？裴母这絮絮叨叨说个不停的殷切样子，听得我又有些头疼了。娶谁？我根本不关心，也提不起兴趣，所以我打断了母亲的话。我想早点回到裴家替你们分忧，联姻不过是顺带的事情，不用见面了，你们安排婚礼就好。婚礼前1天我就回来。话音刚落，卧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。听见动静，我下意识地转过头，就看见了韩梦瑶皱着柳眉走了进来。婚礼？什么婚礼？面对她满脸的疑惑，我淡然地挂断了电话，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。一个朋友结婚，要我去做伴郎。听见这话，韩梦瑶脸上的表情这才和缓了下来，也没有再问。她把手机放在桌子上，转身进了浴室。片刻后，淅淅沥沥的水声响起，桌上的手机也响了起来。听着这接连不断的叮铃声，我犹豫了一会儿，点开她的手机，一点开，屏幕上就弹出了备注为景年的一条消息。当年说的话，你还记得？你不会真惦记着要嫁裴燕之吧？这句话看得我心口一滞，手上的动作顿了片刻，轻轻向上滑了滑。随后，韩梦瑶10几分钟前发出去的消息映入我的眼帘。景年，33天以后就是你的28岁生日了，你还记得当时你答应过我什么吗？我把手机放回原处，靠坐在沙发上，脑海里闪过许多回忆。18岁那年，姑姑归国成婚，我也跟着回来进了云大。为了更好地享受大学生活，也为了安全着想，我从未和任何人提及自己的身份。大4那年的迎新晚会上，为了帮室友的忙，临时上台伴奏了一曲一曲毕。我拎着乐器下台，一低头就看见了韩梦瑶，她穿着白纱裙，捧着一束花等在门口，眼神亮晶晶地看向我，笑着问我能不能加个联系方式。我是个颜控，当场就答应了。此后每天2个人都会联系，时不时还会在各种地方偶遇。认识的第3个月，韩梦瑶主动告白，情窦初开，一见钟情，我没有理由不答应。2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，从21岁合到了28岁。7年里，家里人开始催我回去联姻，我多番拒绝后，也曾试探过几次他的想法，可每聊到结婚2个字，韩梦瑶都如避蛇蝎般打住话头，绝口不提。一开始我以为他是还不想踏入婚姻，可次数一多，我也察觉到了不对劲。直到半个月一次聚会酒后闲聊，我听到了真相，原来韩梦瑶心里的那个人一直是她的青梅竹马宋景年，只可惜妾有情郎无意，宋景年只把她当成朋友，而他之所以会来主动接触自己，也不过是因为初见那一晚，宋景年和别人在一起了，而自己在台上弹琴的样子，又有那么几分他心上人的影子。为了慰藉心中失意，也为了和宋景年赌气，他才会选择我。此后几年里，宋景年断断续续谈了几10段恋爱，每听闻他分手的消息，韩梦瑶都动过要去找他的想法，可还没等他开口，宋景年又找到了新的目标，他心里的难过又加剧了几分。就这样兜兜转转间，7年过去了，我们还没有分手。韩梦瑶也从未放弃过等宋景年回心转意，等着年少时宋景年酒后的一句玩笑话：梦瑶，等我28岁时，要是我们都还没结婚，那我们就凑合试试怎么样？于是他每1年都会问他一次，而今年终于被他等到宋景年的28岁。翻看着他手机里的聊天，我笑了。33天后，就是宋景年28岁生日，也是我为自己选定的分手回家结婚的日子。看见他进了书房，也起身关了灯，躺回床上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漆黑的房间里传来一阵极轻的脚步声，亮着微光的手机被放在了床头柜上，一个人躺在身后，随后又是长久的宁静，直到身边传来浅淡而有规律的呼吸声。我睁开眼，抬起手拿走了他的手机，再点开，原有的聊天界面只多了4个字：念念不忘。很简单的一句话，我却能想象出打这些字时韩梦瑶是何种情形。大抵是轻咬着唇，眼睛紧紧盯着屏幕，认认真真的打下一长串字又删掉，小心翼翼的斟酌着字句，既害怕自己的情意轻易的被察觉到，又害怕自己的情意无法被察觉到。这样仔细又谨慎的态度，只有在面对宋景年时才会出现。想着想着，我嘴角露出一抹苦笑，一心念着28岁的约定，一心等着宋景年答应娶她。一整夜，我闭着眼都没有睡着。天亮之后，身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，我顺势睁开眼。今天早点下班吧。韩梦瑶手上擦着护肤品，一脸不解的看过来。有事吗？沉默了半晌，我才悠悠开口：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忘了吗？韩梦瑶身子微僵，这才点了点头。这大半个月，韩梦瑶心里一直想着和宋景年28岁的约定，其他什么也顾不上。现在就连自己的生日也抛诸脑后了。再回想着这2个月里辛苦筹备惊喜却白费心思的自己，我心里五味杂陈的。韩梦瑶没有注意到我脸上的表情变化，叮嘱了几句：从简就好，不用像以
以前那么隆重。往年我总会费尽心思为他举办生日宴会，只为了让他高兴。只是他从未在意过我的付出，所以听见他这句话，我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自嘲。宴会已经筹备好了，大家都答应要来，取消不了了。这场生日宴会3个月前就筹备了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心中另有他人。如果早知道，我不会办。听见我的解释，半晌，韩梦瑶没有再说什么，拿起手机出了卧室。临转身前，我窥见了他轻轻皱起的眉头。到公司之后，我先去了一趟主管办公室，提了离职。等我再出来时，看着我手里的离职报告，办公室里都炸开了锅。燕之，你要走了，怎么说辞就辞？下家找好了吗？这么果断，不会是要回去继承亿万家产了吧？听见大家的关心，我放下手里的东西，轻轻笑了笑。回去结婚了。同事们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。倒是一向和我交好的秦昊凑过来问了2句：燕之，你女朋友终于答应要结婚了吗？怎么突然开窍了？我也懒得再解释，顺势转移了话题。这些年谢谢大家的照顾了，晚点请大家吃饭吧。下班后和4、5个同事吃了2个小时饭，等我赶到酒店时，已经是8点了。我紧赶慢赶走到包厢门口，正要推开门，里边传来的对话让我停住了手。外面这么冷，梦瑶去接水啊。还有谁？宋景年呗。刚刚我离得近都听到了。宋景年说他今天回来，他就眼巴巴的去接人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那梦瑶不是高兴坏了？他今天28岁生日，再过1个多月宋景年也28了。他这时候回来，不会真的是来履行承诺的吧？我听说宋景年又单身了，看样子8成是的。我操，真回来了！可他们要是真在一起了，裴燕之怎么办？咱们瞒了他这么久，7年了，他连宋景年是谁都还不知道，还死心塌地的爱着梦瑶。那有什么办法？谁叫梦瑶一头栽倒在宋景年身上了？要是宋景年答应履行承诺，裴燕之100%被甩，也只能怪他运气不好了。好在他没什么背景，真要分手也好打发。虽说他这些年对咱们对梦瑶都没得说，但我们是梦瑶的闺蜜，肯定还是要站在梦瑶这边。到时候真要分了，咱们也别让梦瑶难做，替她出面送些车啊房啊的吧，就当分手费。我静静听了半晌，没有任何动作，许是已经做好了离开的打算。我也不像半个月前那样难过了，反倒觉得有些好笑。韩梦瑶要和我分手，还要闺蜜出面来打发我，这7年到底在谈什么恋爱啊？只可惜这一次是我先离开。我站在门外，正在此时几个服务生推着酒过来，我连忙退让了几步。房门打开的瞬间，里面的议论声戛然而止。我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，含着笑走进去，和大家打着招呼，寒暄了片刻。韩梦瑶带着一个陌生男人又一次推门而入，看着那道和自己有3、4分像的身形，我不动声色地打量着。韩梦瑶带着人在包厢里晃悠了一圈，最后才走到我面前，介绍道：这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宋景年。听着他的介绍，宋景年大大方方地伸出了手，看着他示好的动作，我一伸出了手，2只手交握的瞬间，韩梦瑶犹豫片刻，才继续开口：这位是我的普通朋友裴燕之。说出这句话时，韩梦瑶已经做好了我会生气的打算，可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料，我没有任何反应，只抬起头深深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收回手。我后撤了2步，同2个人保持着距离，嘴角一抹浅笑，分外得体。宋先生你好，我是韩梦瑶的普通朋友。相互介绍完，包厢里又热闹了起来。宋景年性格开朗，同谁都聊得来，端着一杯酒从这头敬到那头。他拉着一帮子人喝酒玩游戏，玩到兴起时，他手上拿着牌不放过，还要人喂几块西瓜。韩梦瑶想都没想，用自己的叉子插了1块就喂上去。宋景年也没有多想，侧过身吃了几口，又拿起他的杯子喝了半杯红酒。我坐在几米外，看着韩梦瑶握着那个杯子不放手，一杯一杯不停喝着酒，而他每次喝酒的位置，正好是宋景年刚才嘴巴接触的位置。喝到最后，他已然有些醉了，可经典的过生日流程不能少。众人一边唱生日歌，一边让他起身吹蜡烛许愿。喧闹的包厢瞬间安静下来，我起身亲自推来蛋糕，插上了蜡烛，看着蜡烛上的28字样，韩梦瑶揉了揉太阳穴，似是想驱散醉意。她那已然有些溃散的眼神，在包厢里环视了一圈，然后举起了一根手指。今年的生日我不想许愿了，换成一个提问吧。说着说着，他指向宋景年，而那道并不清醒却灼热无比的眼神，也直直落在了他身上。景年，你马上也要28岁了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这句话一出来，所有旁观者都面面相觑起来。面对4面8方投来的窥探的视线，宋景年微微怔了怔，回答了他：现在没有。短暂的寂静之后，也不知谁满是惊喜的哇塞了一声，房间里瞬间炸开了。喝醉酒了的几个好闺蜜都站起来，推着醉醺醺的韩梦瑶载歌载舞了起来。看着眼前这混乱的场面，我端坐着一动不动，平静而淡然的扮演一个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的普通朋友角色，一直闹到凌晨。这场生日宴终于结束了，等到所有人都散去了，我才扶着韩梦瑶上了车。她沉浸在此前的喜悦中，倒在我的怀里，说了许多真心话。景年，不要走，留在我身边好不好？为什么他们都可以，就我不行？景年，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吗？我等了你好多年好多年，每天都在等你。景年。前座的司机听了一路，也偷笑了一路。临下车时，他看我扶着酒醉的女人，还不忘调侃2句：景年，你女朋友很爱你啊。我对着司机微微一笑，语气淡然：他是很爱景年，但我不是景年。宿醉一夜再醒来，韩梦瑶想起昨夜发生的事情，抓着我就开始解释起来。燕之，昨天我一到会所就被灌了很多酒，可能说了很多糊涂话，那都是酒后失言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我没想到他还记得昨夜的事情，也没想
想到他会找出这么一个蹩脚的借口，但我依然冷静而理智地配合着他的表演，微微点了下头。没关系，我知道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看着我这张平静无波的脸，再联想起昨天介绍我和宋景年认识时我的反应，韩梦瑶莫名的有些心慌。思来想去，她总觉得有些不对劲，连忙换了个话题。昨天光顾着和大家喝酒了，把你忘到一边。燕之，你是不是有些生气了？今天下班后我们去约会好不好？没生气，我下午有点事，不去了。看着我一口回绝的态度，韩梦瑶反倒愈发坚持，一定要补偿我。我拗不过，只好答应了下来。等到晚间，我换好衣服刚要出门，秦昊的消息突然发了过来。燕之，你离职的消息没和你女朋友说吗？她刚刚还来找你了，现在好像很生气哦。消息还没看完，韩梦瑶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看着屏幕上跳动的画面，我眼里闪过一丝凝重，犹豫片刻，还是按下了接听键。手机里传来韩梦瑶气急败坏的声音：“你同事跟我说你离职了，要去结婚。”我还在思考用什么借口解释，韩梦瑶却冷声继续斥责个不停。我告诉过你，我现在还没有结婚的打算。原来是以为我这是在逼婚啊，难怪发这么大的脾气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耐着心解释了两句。我和同事说的几句玩笑话，他们可能当真了吧？离职是因为最近有点累，想休息休息。听见这些，耳畔传来的声音才终于恢复了正常。以后不要开这种玩笑。我低声应了下来，又听见韩梦瑶问我在哪里，要不要她过来。我正要说地址，突然听见了一声极其细微的笑声，像极了宋景年。那句好在嘴里盘旋片刻，变成了不用。电话很快就被挂断了。看着渐渐黑下去的屏幕，我嘴角露出一抹自嘲的笑。要是真想过来找我，电话怎么会挂得这么快？走个过场问问罢了，我怎么还当真了呢？我拦了一辆车，赶到了约好的餐厅。服务员听清名字后，径直把我带到了顶楼的餐厅。一推开包厢门，满满当当一桌子菜，唯独不见人影。看见我满是疑惑的眼神，服务员很恭敬地解释着：“韩小姐10分钟前打电话订了餐，说请您先用餐，她有点急事，可能要晚点才能来。”想起刚刚那通电话，我脸上浮现出一个了然的表情。急事，怕是又去陪宋景年了吧？其实也算不得撒谎，毕竟对他而言，只要是陪着心上人，芝麻绿豆大点的事，也都算是急事。我也没有过分纠结，直接进了包厢。服务员殷勤地替我拆开餐具，一样一样介绍着菜色。看着满桌的海鲜，我微微眯了眯眼睛。在欧洲那些年，我吃不惯西餐，经常吃海鲜，都有些厌烦了。回国这些年依然不太适应。若是以前和他一起用餐，看见这些菜品，我多半会将就他。可如今我却一点也不想再委屈自己，大手一挥让服务员直接撤掉。服务员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如实相告：“裴先生，这一桌孟女士已经负担了，价格十分昂贵，你确定不用吗？全部撤掉的话，本店是不退款的。”我挑了挑眉，从包里拿出一张卡递过去。我知道，先撤掉，新年的菜刷这张卡就行，你放心，我付得起。直到用完餐，韩梦瑶依然没有出现，我也懒得再等她。付完钱就回了家，刚走到半路，几条消息就发了过来。燕之，你今天能出去住一晚上吗？景年突然回国，老宅没来得及收拾，住不了人，灯也坏了不少，他胃有点不舒服，不能没人照顾，我想让他过来住一晚上，可以吗？一边要照顾宋景年，一边又怕他发现我们之间的关系，真是有意思啊。这一次我没有心情配合他演戏，直截了当问他：“他不是你的朋友吗？为什么一定要隐瞒我们的关系呢？你又想瞒到什么时候呢？”消息发出去很久才收到回信，韩梦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，只回了一个日期：1月18号。若是以前，我当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挑这一天，但现在我清楚，18号是宋景年的生日。如果那天宋景年履行承诺和他在一起，那他怕是会毫不犹豫和我提分手。如果那天宋景年没有答应他，那他就会收心和我提结婚，用试探的语气问出真心话。如果被拒绝了，还有我这个正牌男友托底，可以说城市玩笑话。无论是进一步还是退一步，他都有了完美的解决办法，我都有些佩服他了。只可惜我不愿再做他感情里的备胎了，没有再回复他，直接把手机关机了，然后报了一家酒店的地址。睡前喝了一些酒，我睡到下午才醒。我想看看时间，一开机却弹出了几十条新消息，其中大部分都是韩梦瑶发来的，还有少部分是她那些闺蜜。燕之，你在哪啊？怎么电话不接，消息也不回？闹脾气不要吓唬人了，梦瑶疯的一样，找了你整整1个晚上。看着这些满是指责的消息，我冷笑了一声，关机睡一觉就是吓唬人了。况且他们几个谁不知道，宋景年是韩梦瑶放在心尖尖上的人，他会管我的死活吗？我正思忖着，韩梦瑶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语气算不上太好。燕之，景年只不过是过来借住一晚，你有必要这么生气吗？就算你不高兴，也不该用这种方式宣泄不满。我也懒得再多解释了，随意找了借口。没有不满，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了而已。若是以前，韩梦瑶多半就信了我这话，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突然多心反问了一句：“那为什么以前不管什么时候都能联系到你，偏偏昨晚关机了？”听见她的质问，我怔了怔，一时想起许多往事。几年前的某个深夜，韩梦瑶突然胃疼，给秘书打电话时错打到我这儿，我听说后立刻起来给她送药。去年她去国外出差，有7、8个小时的时差，韩梦瑶记不清我这边的时间，凌晨3、4点打电话问我一份文件，我强忍着睡意起来打开监控帮她找。3个月前，我做了一个阑尾炎手术，刚下手术台麻药劲都还没过，她的消息发过来，我还是请护士带回了，一桩桩一件件，都是我爱她到极致的证明。只可惜付出再多，她也看不到。想到这，我的语气里
里不可控地带上了一些自嘲，只是怕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罢了。昨天你应该不需要我。听见我这意味不明的语气，韩梦瑶内心深处微微一震。在一起7年，我处处顺着他，很听他的话，两个人从没吵过架红过脸，很多事他不想解释，我也从来没逼问过。就算有时候我生了点闷气，他稍微哄哄我也就好了。平日里从生活起居到聚餐约会，我更是处处照顾他。扪心自问，韩梦瑶不得不承认，我是一个几乎完美的男友。想起我往日对他的好，他的语气不由得软了几分。我知道，刚刚是我太担心你了，所以说话才那么冲。抱歉，燕之，你现在在哪？我来找你。我此时并不想见到他，只说不用了，就打了车回去。刚到家，保姆就告诉我，韩梦瑶刚刚出门了。都不用猜，我就知道多半又是被宋景年叫走了。闻着空气里残留的男士香水的味道，我没问他的去处，轻声吩咐保姆把窗户打开，好透气。接下来半个月，我再没有见到韩梦瑶，我似乎已经忘了她这个女朋友一样，一个电话不打，一条消息不回。通过宋景年的朋友圈，我清楚地掌握着她的行踪，但我不想质问她的去处，也不想深究她到底怀着什么心思。于我而言，眼下在沪上的每一天都不过是倒计时而已，我没有心情为一个注定要道别的人再花费任何心思了。跨年夜那天，天上飘了雪，我心情不错，在落地窗前看了一晚上电影。凌晨时分，窗外烟花礼炮轰鸣，我有些累了，躺回摇椅上刷着朋友圈。安静了一晚上的房门前突然传来了脚步声，我撑着椅子坐起来，就看见喝得酩酊大醉的韩梦瑶回来了。她踉踉跄跄地走进来，把手里提着一大堆袋子丢在沙发上，然后当着我面一样样拆开。这是我刚买的2条围巾，外面雪这么大，燕之，你冷不冷？燕之，这是我前几天买的劳力士，送给你的新年礼物，你看喜欢吗？一边说着，她一边把手里的礼物一股脑地往我身上带着。我嫌热，解开了围巾丢下，她又开始拉着她手道歉。对不起，我这几天太忙了，没有时间回来看你，你是不是又生我气了？还有上次我不该放你鸽子的，燕之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以后好好的。说这话时，韩梦瑶还贴了上来想吻我，我受不了她身上的酒气，也不清楚她又在发什么病。好说歹说把人哄进了卧室，等她睡下后，我收拾好客厅散落一地的袋子，然后拿起了手机，朋友圈秀恩爱的消息一条接着一条，其中最吸引我的还是宋景年的，他发了9宫格，9宫格都是和一个女生在雪地里的合照，配文也很有意思。一出雪时，遇见新的对的喜欢的人。看见这一条，我心中所有的疑惑都迎刃而解，怪不得韩梦瑶会突然醉醺醺的回来，还主动和我示好，原来是喜欢的人又谈了新的恋爱。也是，如果不是这样，他又怎么会想起我这个旧人呢？我眼里闪过一丝讽刺，抬手解开腕上的手表，丢在了桌子上。接下来几天，韩梦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哪儿也不去，一直待在家里，说要陪着我。我肠胃不舒服，他就乖乖陪在身边替我熬米粥。我看旅行广告时多看了几眼，他就开始计划年后要陪我出去旅行。许是被伤了心，他这次带我倒比从前要更上心，但我却不会再被他打动了。我静静地看着他扮演一个合格的女友的角色，看着他为了我几句话忙东忙西的转，心里一点愧疚也没有。最后一段时间，他付出这一切，就当为从前还债吧。这样想着，我愈发没有心理负担了。雪停之后，裴母发来了几套西服的样式，问我喜欢哪身。我举着手机一张一张翻开放大，看着衣服上的细节，许是太专注了。韩梦瑶轻手轻脚走到我身边时，我一点也没有察觉到，直到手机被他抽走，我这才转过头，就看见了他瞬间黑下去的脸色。新郎服，你看新郎服干什么？我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撒起了谎。上次不是和你说过吗？有个朋友马上要结婚了，他婚服出了点问题，正在挑新的呢，要我帮忙参谋参谋。看着我的表情并无异样，韩梦瑶慢慢打消了疑虑，把手机还给我，顺便问道：我都忘了婚礼几号？我陪你去参加吧。看着他一脸认真的表情，我脸上露出一个很是微妙的表情。1月19号，你真要去？听见这日期，韩梦瑶微微有些怔忡。我定定地看着他，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回答。沉寂了很久，他才扯出一个很勉强的笑容来应付我。到时候再看吧，说不定。之后几天，我开始准备离开。自从那一问之后，韩梦瑶又陷进了失落的情绪里，整天都像在做梦一样，心事重重的。有着婚礼这个幌子，我也没有避讳他，当着他的面收拾起了行李。从毕业后搬进这套临江的公寓已经有6年了，我的东西堆满了房间，我只挑了自己买的东西放进箱子里，除此之外的东西我一样也没带。反正回到京北就是我的地盘了，缺什么再买就是。这些东西就留在这儿吧。偶尔韩梦瑶缓过来，会翻翻我的箱子，看见里面的东西后从没有多问过一句。我知道他现在满心都在期待着宋景年给他递生日宴会的请帖，根本注意不到我偷摸扔了很多私人物品。只要从前那些我视若珍宝的情侣物品还摆着，他就根本不会怀疑我这一走永远不会回来了。毕竟在他眼里，我爱他已经到了能为他舍命的地步，又怎么主动怀疑我是真的要离开呢？抱着断舍离的态度，我收拾得格外轻松。1月18号，天气阴沉沉的，似是要下雨。韩梦瑶起了个大早，在沙发上坐着，一直盯着手机。我起得稍微晚些，坐在餐桌上吃着早点。保姆看着天色，问了一句：裴先生，好像要下雨，要不要早点出发去机场？闻声，韩梦瑶抬起头，下意识地问了一句：去机场做什么？明天我要去参加婚礼，你之前说考虑考虑，现在想好了吗？我随口解释着，静静地看着韩梦瑶。她沉默几秒，最后才说：太远了，不去了，我送你去机场吧。对于这个答案，我并不意外。我吃完最后一块吐司，擦了擦手，然后回到卧室拿起了行李。韩梦瑶刚系好
好安全带。他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声，韩梦瑶急急忙忙地点开，下一秒，素来清冷的眸间露出再也难以掩藏的喜悦。他放下手机，直接解开了安全带，推开了车门，等下了车，他才反应过来自己要做什么，连忙俯下身和我解释着：燕之，公司突然有些事，我得先去处理，我让司机送你去机场吧。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从他那闪烁不定的眼神里，我能轻易地判断出他这是在撒谎，并没有揭穿他，轻轻点了点头。等司机的这段时间里，我打开朋友圈，果然刷到了宋景年分享的生日现场图，身边已然没有了那个小美女的身影，看来是又分手了。这也意味着宋景年当年说的，若是他28岁还没有结婚就和他在一起的约定，他又有了希望。难怪他会这么高兴。司机赶过来的时候，韩梦瑶也换上了一身白色的晚礼服，精神抖擞地坐上了旁边的跑车。他放下车窗，对着我挥了挥手，问我什么时候回来。这一走，我不会再回来了。我笑了笑，没有回答他，只是挥了挥手。好在韩梦瑶也没在意，飞快地开着跑车离开。我坐在副驾驶，看着那辆跑车驶出视线，才轻声和司机吩咐了一句：走吧。天上下起微微细雨，打湿了车窗，模糊了镜面，再看不清周围所有。我也不想再看了，我合上眼，在心底默默说了一句再见，再也不见。登机之前，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：燕之，你几点到？我让司机来接你。我也想早点回家，便没有拒绝。昨夜睡得并不踏实，一上飞机我就有些困，2个多小时的飞机就睡了过去。落地经北后，我戴上帽子墨镜，刚走出接机口，就被人拦住了。裴先生，裴燕之。听见这清脆的声音，我睡眼朦胧的微微点了点头。是裴叔叔让我来接机的。我眯着眼睛扫了他一眼，想着他应该就是司机，只是怎么是个漂亮女生。一上车我就靠着车窗又眯了过去，等醒来时看见车窗外陌生的别墅，语气里带着浓浓的怀疑。这是哪？不是我家吧？看见我这反应，漂亮女生轻轻笑了笑。今天还不是，不过明天就是了。准确来说是婚房。婚房？我这才对自己明天就要结婚这件事有了一点实感。哦了一声，打开车门，一下来慢悠悠地往房子里走。他跟在身后，我一边环顾着院子里的景色，一边问他问题。你知道我未婚妻叫什么吗？他错愕地看了我一眼，还是回答了我：苏婉堂。我蹙起眉，我怎么不记得京北哪家豪门姓苏啊？可能是在外漂泊太久了，已经不了解荆州形势了吧？我安慰着自己，又问了几个要紧的问题。那婚礼现场在哪？平泉山中。明天几点的婚宴？上午11点。即问即答，我对这个司机的业务能力很满意。看着近在咫尺的大门，我转过身想要拿走箱子。那好，你先回去吧，明天准时来接我去接新娘就行。说完，身前的人却没有回话，也没有任何要走的意思。我觉得有些奇怪，正要问问他还有什么事，头顶的阳台上突然传来了裴母的声音：燕之回来了，快上来看看你的婚房。我连忙抬起头和几位家人打了招呼，手里拉着拉杆想走，却纹丝不动。看见我的动作，裴母摆了摆手：哎呀，一起上来吧，明天就要结婚了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司机是未婚妻，这个认知让我直接怔在了原地。我彻底清醒了过来，摘下帽子和墨镜，低头看他，正好撞进了那双笑意盈盈的眼睛里。看见我眼里的震惊，苏婉堂也明白了缘由，主动向我伸出手。忘了做自我介绍了，裴先生，我是苏婉堂。我尴尬地挤出一个笑，飞快地伸出手和他握了握，语气都带着心虚。抱歉啊，刚刚没睡醒，认错了，裴燕之。苏婉堂笑了笑，声音轻快无比，丝毫不介怀。没关系，我们以后有很多时间，可以慢慢熟悉。进入包厢前，韩梦瑶低头整理裙摆，认真抚平每一处褶皱，手机震动了几下，她拿出来一看，是司机发来的消息，说裴先生已经登机了。犹豫再三，她还是发了一条消息过去，要我记得到达后报下平安。收拾好心情后，韩梦瑶深吸了一口气，推开了门。韩梦瑶眼神锁定在中心那道让她魂牵梦萦的身影上，她的心跳都不自觉加快了几分，快步走了过去。隔着几个人，她听见了旁边几个男生似乎在调侃什么。景年，今天可得把他带给我们看看了吧？藏了这么久，急什么？等下许愿的时候，一定让你们大开眼界。许愿，联想起1个月自己的生日宴上发生的事情，韩梦瑶的眼里蓦然生出期盼来。16岁时的玩笑之言，难道今天就要成真了吗？几个小时里，韩梦瑶脑海里一直想着这件事，紧张的抿了好几口酒。等到蛋糕被推上来，她的手都微微颤抖了起来。几个好闺蜜围在她身边，眼神里都带着意味不明的窃喜。梦瑶，梦想要成真了，心情如何？韩梦瑶低着头，含笑不语。糖果本来也在看热闹，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抬手搭上了她的肩膀。那是要事成了，裴燕之该怎么办？在宋景年的生日现场听见我这个名字，韩梦瑶的笑戛然而止，心底生出一些愧疚。几个闺蜜看她脸色不对，连忙安慰了起来。没事，分了吧，现在就分，反正他不过是个普通男孩，好打发。对，他要是来闹，我们帮你解决。梦瑶，你就放心吧。在几个人的撺掇下，韩梦瑶拿出手机打下几个字，手指却在发送键停住了。看她举棋不定，几个人都有些着急，抓着她的手就按了下去。很快，再到了和我说一声下面，就出现了一条新的消息：我们分手吧。2条消息间隔3个小时，算算时间，我的飞机应该落地了，应该很快就能看见这个消息了吧？韩梦瑶还在思忖着，他们却直接拉着她走到了中心位置。在满场的生日祝福歌中，在韩梦瑶翘首以盼里，宋景年双手合十，虔诚地许下了心愿，希望28岁的我万事胜意，能和知薇一起许下明年的愿望。韩梦瑶上一秒还在微笑的脸，瞬间变得苍白无比。而房间里的其他人，知薇是谁啊？见面还不介绍给大家认识认识？在起哄声里，宋景年的脸上染上一丝红晕，是我的新女友。话音刚落，包厢门被人从外边推开，一身紫色礼服裙，面容姣好的女生缓步走进来，对着全场人微笑致意。大家好，我是景年的女朋友夏知薇。宣沸人声里，
宋景年笑着拉着新女友的手，和朋友分享着恋爱中的小细节。韩梦瑶坐在角落里，一杯接着一杯和闺蜜喝酒，喝着喝着，一行人都醉了。糖果摇摇晃晃的起身走到宋景年身前，在所有人诧异的眼神里，给自己的好闺蜜鸣不平。宋景年，你是不是忘了你当年对梦瑶的承诺了？听见这话，夏之薇脸色也闪过一丝好奇。承诺？什么承诺？宋景年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至极，可糖果喝多了根本不在乎。其他几个闺蜜见状也连忙上来撑场面。你答应过梦瑶28岁要和她在一起的。对，我们都记得。你要做负心人吗？夏之薇原本含着笑的脸慢慢冷淡了下来，侧过头深深看了宋景年一眼。真的？喝醉酒的玩笑话怎么能当真？再说了，我当时说的是我单身的情况，可我现在有女朋友，怎么能算数？宋景年想都没想就矢口否认了，一字一句如刀斧一般扎进了韩梦瑶的心头。他一手捂着痛到极致的胸口，一手撑着沙发站起来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中，疯了一样大笑起来。是做不得数。你有女朋友，我也有男朋友，玩笑话都是玩笑话。几句话又让夏之薇脸色浮现出了笑，她点了点头，握住宋景年的手走到韩梦瑶面前，露出一副什么也没发生过的表情。看来真是误会一场了，早就听说韩总是有男朋友的，怎么今天没带过来？韩梦瑶脑海里一片空白，还是强撑着笑迎上他的目光。他回去参加婚礼了，没有空。闻言，夏之薇了然地点点头。倒是一旁的宋景年眼里飞快闪过一丝不悦，语气里满是不信任。男朋友？谁啊？我回国这么久，怎么没听你提起过？再看见他这张脸，韩梦瑶已经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糖果连忙上前扶住他，含恨看向他，语气里带着嘲讽。裴燕之就是梦瑶的女朋友，就是她生日宴上那个最帅的男孩。是他？宋景年想起那夜我笑着说起自己是普通朋友样子，总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下意识地反问起来。可那天他们两个人都说是普通朋友啊。小情侣吵架闹脾气罢了。宋景年，你谈这么多段恋爱，这都不明白？一句话气得宋景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，他抬头瞟了糖果一眼，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。就是因为我见得多了，所以才想着多问两句。既然你们都说是男朋友，不如我打电话问问吧，正好让我认识认识新姐夫。韩梦瑶和她闺蜜们的脸顷刻间都黑了下来，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刚刚那条分手消息。光看他们的脸色，想宋景年就有十足十的把握，直接拿出手机找到我的微信，拨了个语音电话过去。几个女人知道要露馅，都想上去抢走电话，夏之薇却很护短，直接挡在身前。宋景年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把音量调到最大声，面向全场打开了扬声器，房间里一下就安静了下来，只剩下叮铃铃的声音。韩梦瑶双手缩在衣袖里，紧紧团成拳头，她在心里暗自祈求着，祈求我不要接这通电话，祈求我尚未看见那条消息。长达1分钟的响铃声里，韩梦瑶只觉得心都要蹦出胸腔了。眼看着自动通话要结束了，所有人都有些意兴阑珊之际，电话被接通了，扬声器里传来我温和而带着一丝意外的声音：“宋先生，有事吗？”韩梦瑶的脸色迅速灰败了下来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，则是宋景年那张笑意不明的脸。没什么，就是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听说你是梦瑶的男朋友，想请你过来一起玩玩。手机里短暂安静了几秒，韩梦瑶紧张到快要呼不上气了。抱歉，我现在在京北，恐怕来不了。听到我的语气还算正常，韩梦瑶猜测我应该还没看到那条消息，微微放下了心。可我的话并未到此截止，我意味深长的啊一声，语带笑意。对了，我已经和韩梦瑶分手了，宋先生，你不要误会。分手了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宋景年的语气里带着意外和幸灾乐祸。刚刚没多久，大概10分钟之前吧，我收到了他的分手消息，还没来得及回复。宋先生，麻烦你转告他一声，我答应了。围在周围看戏的所有人都露出了一副想笑又不敢笑的表情。宋景年脸上尤甚，他噙着笑冷眼扫过这几个刻意挑事的大小姐，声音轻轻的：“好的，我会代为转达了，打扰了，裴先生。那就麻烦了，祝你28岁生日快乐，也祝有情人终成眷属。”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意，我送上祝福时，将28岁这几个字咬得极重。我似是在向众人表示，我已经知道其中内情了。现场却没有一个人敢出声询问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电话挂断。经这么一闹，房间里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，安静了足足有5、6分钟。最后还是夏之薇出面做和事佬，敬了韩梦瑶一杯酒，才将这件事轻轻接过去。把杯子里最后一滴酒都倒进嘴里后，韩梦瑶重重摔下酒杯，带着几个闺蜜离开了生日宴。临出门前，恍惚间她听见夏之薇问了几句：“景年，这位裴先生是京北的吗？”听说好像是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京北姓裴，有点熟悉，我可能有些多心了。一出门，几闺蜜纷纷凑上来，拉着韩梦瑶另开了一个包厢，七嘴八舌的安慰起来：“没事，梦瑶不和宋景年这种男人结婚也挺好的，不然就以他这些年谈的前女友，酒席都要单开10来桌。这种见一个爱一个的海王，真嫁过去说不定要出事呢。还是好好和燕之在一起吧。”对，燕之哪点不比宋景年强？她今天肯定是生气了才会说这些话。梦瑶，你回去好好哄哄她，多解释解释，她那么喜欢你，一定能体谅的。有他们帮忙打强心剂，韩梦瑶低落的心情微微平定了下来。她拿出手机找到我，绞尽脑汁想了一段话发过去。燕之，我刚刚和大家玩游戏输了，惩罚是和男朋友说分手，然后再找人打电话看你什么反应。你不要当真。你到京北多久了？住进酒店了吗？还是在忙着布置婚礼现场？明天回来还
还是后天回来，我去接你好不好？消息发出去很久，却没有任何回信。韩梦瑶的眼睛死死盯着屏幕，心里慌乱不已。几个人对视了一眼，连忙叫了一箱酒送过来劝她喝，想分散她的注意力。哎呀，婚礼嘛，肯定忙得脱不开身。梦瑶，你不要多想了，等燕之闲下来就回你了。果儿说的对，她要是真生气了，大不了明天闺蜜们陪你去京北一趟，亲自道歉。收到这2条消息时，我正在房间里陪苏婉堂试婚纱。我点开看见第一行字，就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原来能临场编出这种借口，脑子还真是灵啊！只可惜我现在一句话都不会信了。我都能想象出来，韩梦瑶当众被宋景年拒绝了，拉不下面子才来找不的场面。再联想起那通莫名其妙的电话，说不定现场更精彩呢。在这一刻，我突然有些遗憾，没能亲眼见到那幅场景，轻轻叹了一口气。正在整理裙摆的苏婉堂闻声抬起头：“怎么了？这套婚纱不好看吗？那我叫人送新的过来。”我摆了摆手，连忙解释了起来：“不用，是为了结婚错过了一出好戏，有点遗憾而已。”好戏？什么好戏？方便和我说说吗？虽然我很有分享欲，但我也清楚，当着未婚妻的面提前女友好像有些不合适，便想着岔开话题。是以前在沪上的几个朋友过生日，闹出了一些乌龙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们还是先忙婚礼吧。见我不愿意多说，苏婉堂也不好再问，去客厅拿了一些甜点过来。陪我忙了一下午，是不是有些饿了？先吃点甜点吧，等下忙完了，我再陪你出去吃。你有什么想吃的吗？我还真有些饿了，便问了对方有没有想吃的，一一记了下来，然后出门安排了。我一边点餐一边陷入沉思。根据我刚刚打探到的情报，苏婉堂是京北苏氏集团的3小姐，比我要小2岁。她上面有一个大她2岁的姐姐，另一位大姐则比她大5岁，现如今是苏氏集团的副总。她也是大姐一手带着长大的，所以品性端庄，不像那个海后2姐一样天天在外换男友。这几年裴苏2家来往频繁，裴家人也是经过多番考察打听，才试探着提出了联姻。据裴母说，苏婉堂只是看了一眼我的照片就答应了下来，似乎很满意我。对于这一番言论，我并不认同，毕竟我结束了上一段感情回来结婚，是正经八百的想为裴家出一份力。从头到尾，我就没有把这桩联姻放在心上，只想着能过过，不能过就离，商业联姻罢了。不管是我还是苏婉堂，都没得选。所以我不觉得他会像我母亲说的什么一见钟情。而经过一个下午的相处，2个人虽然依然算不上熟络，但我从些微细节里还是能感觉到这个未婚妻是不错的，模样长相都不必说，自然是1等1的出挑。而脾气秉性嘛，目前来看倒是很温柔善良的，做事也有条理，细心周到，也很懂人情世故。总体来说，对于这个天降的未婚妻，我是满意的。满意之外，还带着一丝惊喜。看来我爸妈的眼光还是很可以的。喝了一晚上的酒，韩梦瑶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看我回消息没有。10几个小时过去了，聊天框里还是空白一片。她狠狠揉了几下眼睛，泄愤似的把手机砸到墙上，顿时惊醒了所有人。光是看她的动作，大家的酒一下都醒了。糖果最先反应过来，直接打电话让秘书订了6张最快去京北的机票。没想到裴燕之也喜欢玩这些欲擒故纵的把戏。别担心，梦瑶，我们陪你一起去，把人哄回来。其他几个人也连忙凑过来安慰她。韩梦瑶的心情这才好了些。一出酒吧，一行人直奔机场。路上，韩梦瑶眺望着远处的高楼大厦出神，心里有些懊悔，早知道要空欢喜一场，还不如昨天就答应我去京北。想着想着，她心中越发失落起来，只能强行安抚自己，没去成也好。亲耳听到宋景年说出那些话，她也彻底死心了。等她的这10几年里，她无数次坚持不下去，想要放弃，却因为28岁这个约定，始终心存一念幻想。尤其是在和我在一起之后，她都快要精神分裂了，不知该用什么面目来面对这个对自己一心一意的男朋友。现在这个双选题，也是时候做出最终的选择了。她试探性地问起几个闺蜜，今天要是哄不好燕之，我想提结婚试试，你们觉得呢？听见结婚2个字，几闺蜜都瞪大了眼睛。嫁裴燕之啊，以她的家世，叔叔阿姨不会同意的吧？她是不错，长得好，脾气也好，但我觉得谈恋爱还行，真要结婚，还是不太配得上你的。虽然几个人都在泼冷水，但韩梦瑶根本没听进去。她靠坐在椅背上，脑海里不停回放着从前和我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过了25岁生日后，每过几个月，我明里暗里就会提起结婚的事情，来试探她的口风。她清楚我的想法，也知道我家里人在催，但为了那点私心，她还是装作听不懂的样子。现在2个人年纪都不小了，我又对她一往情深的，她也看开了，不想再错过我了。虽然结婚这件事前路艰险重重，但她愿意去试一试。想到这，韩梦瑶终于下定了在京北求婚的决心。她给助理发了条消息，要他把前一段时间那对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的婚戒拍下来。临上飞机前，助理说那对戒指被人以9个亿的天价拍走了。一对婚戒罢了，拍到这么高。韩梦瑶有些诧异，问了问买家的名字，助理回了一个苏字过来。京北苏家。想起这个圈子里如雷贯耳的姓氏，韩梦瑶也有些啧舌，但她和苏家2小姐还有些交情，便打了电话过去询问。那对婚戒啊，是我拍的，我妹妹今天结婚，我送给他们新婚夫妻做贺礼来着。梦瑶，你问的太迟了。苏3小姐今天也结婚，怎么喜事都赶到一天去了？韩梦瑶眼里闪过一丝意外，还是斟酌着词句，很客气礼貌地道了些。是我喝多酒忘了拍了，2小姐客气了。既然3小姐结婚，还请您替我转达一句恭喜，也不知道哪家公子这么幸福。听见她的奉承，电话里传来了周2小姐的我妹妹嫁的是裴家的，门当户对，很是般配，天作之合。裴，一听见这个字，韩梦瑶就想起了我也姓裴，难道我去参加的是苏家和裴家的婚礼？京北裴氏中有我的表亲朋友吗？韩梦瑶心里冒出很多古怪的想法。
一下车被冬日的冷风一吹，又消失得干干净净的。他摇了摇头，抬手按了按眉心，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抛诸脑后。我一个普通县城里的男孩，又怎么会和裴家扯上关系呢？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后，韩梦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我4时还没消气，身边传来嘈杂的人声，态度算不上太好。前女友特意打电话过来，有事吗？一听见这个称呼，韩梦瑶就会想起昨天发生的事，血压都升高了。但她知道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，只好压下怒火，耐心地和他解释着。燕之，昨天那句分手真的只是一句戏言，你能不能相信我？话说到一半就被我打断了。是吗？我不关心是不是游戏，我只相信我看到的东西。你不用解释了，我现在很忙，没工夫和你闲聊。说完我也不管他什么反应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韩梦瑶被我这态度气得脸色都黑了，糖果连忙拖着他上了车。别在电话里吵了，本下见面了说点软话，一下就哄好了。好闺蜜轮番劝解间，车驶出了地下车库，司机问了一句地址，几个人听到这话都愣住了，大眼瞪小眼，谁也不知道婚礼现场在哪。糖果想让韩梦瑶再打电话过去问问，又怕两个人吵起来，只好用自己的手机打了过去。燕之，我们到京北了，婚礼现场在哪？几秒后，手机里传来了一道女声：直接来平泉山庄就好。听见这陌生的声音，韩梦瑶眼里闪过一丝不快，直接把手机抢过来想问问是谁，结果电话却被挂断了。糖果见状，只能找了几个借口安抚她。燕之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？他刚刚不说了在忙吗？他是伴郎，说不定顺手就把手机放在朋友手上了，这你就不要吃醋了吧。听到这，韩梦瑶的脸色才缓了下来，几个闺蜜连忙报了地名。等平泉山庄几个字说出口后，大家才意识到了不对劲，面面相觑起来。这地儿不是京北有名的富人区吗？里边住的都是咳嗽一声就能震动圈子的大人。我的朋友，婚礼酒席摆在这儿，韩梦瑶的心里也打起了鼓。上飞机前那几个念头又痴痴的往外冒，难不成我还真是裴家的远方表亲不成？10点半，婚礼即将开始，宾客们陆续落座。我站在顶楼阳台上，这场婚礼是苏婉堂一手策划布置的，很是用心。但直到今天亲眼看到，我才意识到我妈妈说的好像不是假话，甚至还有些含蓄了。裴苏两家联姻，按理来说整个圈子有头有脸的人家都会来观礼，但满打满算最多也就个7、800桌，怎么用得上这么大的场地啊？虽然出了太阳，但毕竟是冬天，户外还是有些寒意。为了宾客体验，还特意在4周安放了不计其数的空调，用从欧洲空运来的鲜花装点成花台的样子，而前台送出去的伴手礼还是用成精打造的同心锁，凡是宾客人手一个。这奢密铺张的排场让从小在国外长大的我都有些心疼了。我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额发，正想感慨两句，苏婉堂走了过来，语气里满是关切。外面冷，还是进去吧。我点了点头，跟着他进了房间。他又端了一杯热咖啡给我。刚刚有人打电话说到京北了，问婚礼现场在哪？是你朋友吗？需不需要我们去门口接一下？什么朋友？我脸色闪过一丝诧异，连忙拿起手机翻看通话记录，看见糖果3个字，我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有些怪异。糖果儿的电话，他到京北了。苏婉堂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，轻轻点了点头。我嘴角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。不用去接，他们自己会进来的。现场来的人太多了，我看附近山上也有很多摄像机在偷拍，我还是派人去加强一下安保吧，免得出什么事。苏婉堂也没有多想，应了下来。离开之前，他把婚戒交到了我手上。看着他离开了房间，我憋了许久的笑才敢肆意的表露出来。韩梦瑶跑来参加我的婚礼了，我想象不到，等他看见我站在台上时，他的脸色会有多精彩。我举起手里的戒指盒打开，等看清里面的对戒后，微微有些震撼。这对戒指，我2个月前曾在杂志上看到过，还分享给了韩梦瑶。那时候我还在想象着某一天我单膝在她面前和她求婚的场面，谁又能想到，仅仅过了半个月，我就知道了她和宋景年的事呢。期盼许久的婚礼和戒指，现在我都拥有了。至于新娘人选，换了最好。时至今日，我对过去7年发生的所有事，再没有任何缅怀之情，只剩下庆幸。11点整，婚礼准时开始。万众瞩目下，苏父牵着女儿的手缓缓步入场中，将人送到了我的身边。按部就班完成了前面的仪式后，很快就到了交换戒指的环节。苏婉堂拿起婚戒正要给我戴上，台下突然传来了一阵骚动。我闻声看过去，一眼就看到了韩梦瑶，她像是疯了一样，推开身前拦她的人，猩红的双眼定定地往台上看来，整张脸狰狞扭曲到看不出原本模样。几个闺蜜跟着她冲锋陷阵，嘴里还在大喊着我的名字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吸引了全场宾客的注意力，大家的目光在台上台下来回巡视着。面对四面传来的不怀好意的目光，我倒很淡定。我侧过头看向苏婉堂，见她满脸的愠怒和不解，连忙解释了两句。可以暂停一下婚礼流程，给我几分钟过去劝劝他们吗？苏婉堂迟疑着点了点头。我挥手叫停所有工作人员，保安已经把闹事的几个人都制服了，正要往外拖走，看见我抬手示意，这才停了下来。从始至终，韩梦瑶的视线牢牢锁定在我身上，一刻也没有移开过。看见我穿着新郎服，一脸云淡风轻地站在自己面前，她再也控制不住脾气，咬牙切齿地质问我：你说来参加朋友的婚礼，你这个朋友是你自己？看见她这么生气，我有些忍不住想笑。一般来说，我有个朋友这种说法，不是都在直吻人吗？韩梦瑶只差被我这2句话气笑了。她闭上眼，再睁开时，眼底烧起了熊熊怒火。这是你背着我结婚的理由吗？什么叫背着？裴苏两家的婚事已经在网上发酵1个多月了。韩梦瑶，你是不上网吗？裴苏，韩梦瑶似是想起了什么，猛地侧头看向一旁的新娘苏婉堂，这张脸
和她二姐苏运生有5分像，因而韩梦瑶一眼就认出来了。她的瞳孔蓦然睁大，嘴角的肌肤微微颤抖着，整个人身上都写着4个大字：难以置信。苏婉堂的结婚对象是我，那我又是谁？身后的糖果几个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满脸震惊的惊呼出声：裴燕之，你是京北裴家人。我静静的看着他们，很是耐心的做起了自我介绍。准确来说，我是京北裴氏的下一任继承人，裴淑明和叶思音女士唯一的儿子，苏婉堂的未婚夫。诸位对我的身份还有什么疑惑吗？这一长串头衔直接让6个人都沉默了。在沪上这几个大小姐确实能呼风唤雨，可这里是京北，一国首都所在之地，他们这点家世身份，在裴苏两家面前实在是不够看。也不知沉默了多久，韩梦瑶才哑着嗓子问了一个于她而言很重要的事情：你为什么以前从来不说？你不隐瞒了我很多吗？譬如28岁。2句话就让韩梦瑶的脸色变得惨白无比，她又挣扎起来，焦急的解释个不停。这件事我可以解释的，燕之，我是一直没忘掉几年，但这7年里我……话说到一半，一直在旁边静观其变的苏婉堂打断了她的话：把他们带下去吧。和保安吩咐完，她拉住我的手，很是温柔的和我商量着：现在不太适合酗酒，燕之，等婚礼结束后，我们再请你的朋友单独吃饭嘛，别让宾客们都等急了。我知道，以他的能力，应该从这短短几分钟里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，所以才会出声阻止。在刚刚韩梦瑶带人闯进来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做好了这场婚礼会因此泡汤的打算。毕竟苏家也是京北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新郎在婚礼现场被前女友闹了一通，他们是绝对丢不起这个脸的。闹得再大一些，现场就取消婚礼也说不定。看着几个人被拖走的场面，我没想到苏婉堂会在这么要紧的关头做出这么果决的选择。我虽然点头应允了，但心里还是有很多疑惑。可现在不是一个适合解惑的好时机。苏婉堂挽着我，2个人一起回到舞台中心，轻快的钢琴曲再一次响起，在满场的祝贺声中，夫妻双方完成了交换戒指的仪式。捧花抛出去的那一刻，天上飘下许多花瓣羽毛彩带，正午耀眼的阳光洒落在她身上，照出她那张精致美艳的小脸。我转过身，不再回看，大步朝着未来和明天而去。结束这场盛大的婚礼后，我有些疲累，回想起白天发生的事情，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和他开诚布公好好聊聊了。思虑下，先开了口：今天发生的事情，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苏婉堂正在擦脸的手顿了顿，凝眸看了我一眼：如果你想说，那我就有想问的；如果你不想说，那我就没有什么想问的。他这折中而柔和的态度让我怔了怔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好像娶了一个很不一般的人，忍不住仔细打量起了他。婚礼现场出了这么大的乱子，他却没有任何不满，还能镇定自若地强压住好奇心理，尊重我的权利和自由。这份大度着实让我有些佩服，忍不住问了他2个问题：你不好奇我和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吗？你不担心今天发生的这一切背后会有什么纠葛吗？苏婉堂落坐在一旁的软椅上，眼里满是从容。好奇也担心，但那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我的婚礼完满结束，你成为了我的丈夫，我们会一同携手走过很多个明天。至于过去，你愿意分享我会很开心，你如果不想说，我也能理解，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何必执着于无法挽回之事呢？一时间，我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，也再一次刷新了对苏婉堂的认知。许是被他这几句话感染到了，我也不想再藏着掖着了，索性挑明了说：婚礼上那一群人是我前女友和她的几个闺蜜，我们谈了7年，我本想和她结婚的，但她心里一直喜欢别人，我知道后就决定要分手回京北，正好我爸妈又一直在催婚，我就顺口答应了。昨天我和她正式分手，她不知道我是裴家人，就来婚礼现场大闹了一通。听着听着，苏婉堂脸上浮现出一个很微妙的表情。昨天分手，今天就结婚，会不会有些草率了？可能是有点草率，不过你和我只是商业联姻，只要在外人眼中保持稳定的夫妻关系，不就可以了吗？说这话时，我满脸理所应当的表情，看得苏婉堂嘴角的笑意愈深。你就不关心你的联姻对象是什么样的吗？不是很关心，我只想早日继承裴氏集团。苏婉堂的心猛地颤了颤，她定定地看了我许久，而后轻轻点了点头。那日后我们或许会很聊得来。大庭广众之下被保安拖行几百米，韩梦瑶此生还没有受过此等耻辱，其他几闺蜜也没有好到哪去。几个人被丢在山庄门口，面对几十个保安的驱赶，却是敢怒不敢言。而台阶下，赫然是数以百计扛着摄像机，正为拍不到这场世纪婚礼范畴的记者。几个有眼力见的一眼就认出了韩梦瑶，连忙叫嚷着冲上前采访。韩小姐，您也是受邀来参加苏三小姐和裴先生的婚礼的吗？您目前的样子看起来不太好，请问里面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有人带头，一堆记者纷纷涌上来拍照采访。韩梦瑶心情本就恶劣至极，眼下还被人拍到了这么狼狈的照片，瞬间大怒，她直接推倒了挡在身前的人，摔了好几台摄像机，带着人扬长而去。这天晚上，韩梦瑶殴打记者的事情就上了娱乐新闻头条，韩氏集团的风评一夜之间跌落千丈，黑稿层出不穷，韩家花了钱也拦不住。宋锦年的电话打来时，他把自己锁在酒店的房间里，喝得酒气熏熏的。梦瑶，我看新闻说和苏家联姻的那个人是裴燕之，他是裴家人，是又怎么样？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宋锦年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兴奋。刚刚知微和我说，韩宋堂下4家联合筹备的项目方案已经成型了，听说这个项目落地的最终决定权在京北那边。既然你和他谈了这么多年恋爱，那有没有办法找他帮帮忙，把这个项目送到咱们手上？韩梦瑶虽然脑子不清楚，但还是保有最后一丝理智的。她冷笑了一声，语气里满是绝望。找他帮忙？他已经娶了苏婉堂了。那又怎么了？你们不是在一起7年吗？现在就算分手了，他也要念旧情的吧？你去试试吧。韩叔叔刚刚还给我打电话，问你在哪儿，语气非常愤怒。你要是先搞定这个项目，
他老人家也会消气，不跟你计较今天的事情，不是吗？听完这番劝诫，韩梦瑶心中微微松动了些许，但她也不敢拖大，直接答应，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。挂断电话后，她挣扎着起身去卫生间冲了冲脸，神志清醒了大半。几分钟后，糖果敲门进来，拉着她也开始商量起这个项目的事情。她靠坐在沙发上，目光清冷地看着窗外，脑中纷乱不已。这个项目是块大肥肉，京北沪上港澳几股势力都在抢。沪上4大家族之所以联合，就为了能稳稳吃下。而据搜集到的情报，上面负责这个项目的十有八九会是裴之遥，我的亲姑姑。如果能通过她搭上这条线，那确实会事半功倍。沉思半晌，韩梦瑶还是决定试一试，不仅为了这个项目，也为了她的私心。她还想找一个机会再和我见一面。新婚第2天领完证后，我直接去了裴氏集团总部，出任副总一职。为了能让我尽早适应，裴副把一手提拔的几个秘书助理都给我送来了。我看了一整天的文件报告，总算把集团内部的情况摸了个大概。等我回过神时，才发现天都黑了，已经是晚上8点，整栋楼只有我的房间还亮着。我捏了捏眉心，拿着手机下楼，刚走到地下车库，就看见了等在一旁的苏婉堂。她怎么来了？我并不清楚，走过去直接问了缘由。你今天不忙吗？苏婉堂轻轻笑了笑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。今天是我们结婚第2天，按理来说我应该还在放婚假。听到这话，再回想起上午从民政局出来说要去公司后他露出来的表情，我总算明白了那个微妙的表情是何意思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解释了2句。第一次结婚没什么经验，忘了这些事了。不过婚假蜜月什么的，应该是普通夫妻关心的吧？我们不过是商业联姻，应该不用庆祝吧？苏婉彤眼中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失落，但很快他就调整好了情绪，拉开了车门，坐进副驾驶上。你要是忙不庆祝也可以，只是我们毕竟结婚了，请大忙人一起用个晚餐，裴总应该会答应吧？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调侃的意味，听得我也忍不住勾起了一抹笑。我欣然颔首，上了车。这顿晚餐定在一家很有名的西餐厅里，正是饭点。2个人又来得有些迟，包厢都坐满了，我也饿了，懒得再折腾。征得苏婉堂同意后，2个人便在大厅靠窗一角落座。拿到菜单后，苏婉堂直接递到了我手上，然后介绍起了这家店的几道招牌菜。在他的建议下，我点了4、5道自己喜欢的，然后把菜单递到他手上。苏婉堂却没有再点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前2次吃饭，我们2个人的口味好像并不相同。因为看他拒绝后，我有些担心他吃不习惯，好心劝了2句。真不再点几道嘛？我的口味可能有些奇怪，你不一定吃得惯。苏婉堂笑着摇了摇头，看向我的眼里闪着微光。既然是夫妻，以后每天都要在一张桌子上吃饭，你喜欢的我当然也要多尝试尝试，慢慢接受。我们是结婚又不是卖身了，吃饭时挑各自喜欢的食物的权利还是有的，你不用考虑这么多，有什么话也可以直说，我们可以商量的。听见我说出这么一番话，苏婉堂微微有些怔中，她垂下眼，声音里带着浅浅的愉悦。什么都可以商量吗？我一脸泰然地点了点头。那不取消蜜月这件事能商量吗？看着他一脸郑重其事的样子，我还以为他要提什么要求呢，结果脱口而出的居然是蜜月，一时让我有些意外。你很想去度蜜月吗？苏婉堂静静地看着我，脸上的表情温柔。为了这场婚你忙了很久，是想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的，2家长辈也都希望我们能快速亲近起来，我觉得蜜月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，你觉得呢？听着他这分外诚恳的语气，我已经准备好的那些借口都卡在了喉咙间。平心而论，苏婉堂是一个很好的妻子，会处处尊重我的意见。蜜月对我而言其实是可有可无的，我也不想为了这点小事服了他的心意，便答应了。得到肯定得答复后，苏婉堂脸上的笑意愈发灿烂。那等你先忙完这一阵，有时间了我再安排。韩梦瑶在裴氏集团楼下等了1天，才看到了我。跟着我到了餐厅后，她也找个位置坐下，想找个机会和我单独见一面。可一整晚我都没有离开过座位，和苏婉堂有说有笑，互相夹菜的场面深深刺痛了她。桌上的菜送上来2个小时，她一口也没动，眼神一直落在我那张温和的笑脸上。好不容易等到我起身去了卫生间，韩梦瑶连忙跟了出去，在走廊里叫住了我。燕之，你为什么会答应和苏婉堂结婚？听见这熟悉的声音，我回过头，眼里闪过一丝讶然。没记错的话，我们已经分手了吧？我结不结婚的和你有什么关系吗？我这不以为意的语气让韩梦瑶觉得她被轻视了，心头不禁涌起一阵怒火。可裴苏2家的婚事1个多月前就定下了，那时候我们还没分手，你就已经找好下家了。我抱着手瞄了他一眼，语气依然淡淡的。是啊，我是1个月前就打算好要回京北结婚了。不过你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你能从7年前就预谋着要在宋几年28岁生日这天提分手了，我提前1个月给自己谋划出路，有错吗？几句话堵得韩梦瑶哑口无言，她握紧拳头，强咽下胸口涌动的不甘和悔恨，还要为自己辩解。我和他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知道他不喜欢我，只是认识这么多年，又有那么一个约定，所以才成了我心底的一个执念。我是想过要和你好好在一起的，在来京北的路上，我也准备好了要和你求婚，婚戒我都已经挑好了。燕之，你能不能信我一次？听他说出这些话，我只觉得好笑。是被他彻底拒绝了，才想起我这个备胎吧？可惜啊，我已经结婚了。韩梦瑶，你还是去和宋几年求婚吧，说不定他会答应的。我的语气里是毫不掩饰的嘲讽，听得韩梦瑶越发痛苦。她上前一步想抓住我的手，却被我避开了。他从来就没喜欢过我，从前是我糊涂，没有看清他这个人。
直到那天生日宴之后，我才明白，这7年里我已经习惯有你陪在我身边了。我是真的想嫁你的。原先我觉得他这个人虽然脚踏2只船，但还是有一丝真心的。现在听完他说的这些话，我倒有些犯恶心了。你恨他不愿意接受你，恨他把你当备胎，你是不是觉得等了10几年，对他的一片深情天地可见，都快要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了？那你恨他的同时，有没有想过，你本质上和宋几年也没什么两样呢？他不答应你，吊着你，你心有不甘，又吊着我，你们不过是一丘之貉罢了，何必在我这儿演什么识人不清、悔不当初的戏码呢？顷刻间，韩梦瑶脸上的血色都褪去了，只剩下一片苍白。我根本不在乎他此时是什么心情，也不想和他在这儿继续纠缠了。我再没看他一眼，转身往大厅里走去。2个人擦肩而过时，韩梦瑶再克制不住，一把拉住了我，我的耐心也到了底线，直接甩开他。2个人拉着肩，头顶年老失修的吊灯吱呀一声掉了下来，直直往我头上砸去。危险发生的瞬间，韩梦瑶下意识地把我推到了一边，砰的一声重响，几十斤重的铁质灯具砸在他的肩头，飞溅出一片鲜血。被推到几米开外的我遇到刚好赶来的苏婉棠，我忍不住回头看去，一眼就看到了倒在血泊里的韩梦瑶。她痛苦地蜷缩作一团，左手紧紧捂着鲜血直冒的右肩，整张脸因为疼痛胀得通红。闻声赶来的服务员纷纷上前查看韩梦瑶的伤情，苏婉棠也皱着眉询问我有没有受伤，确认我安然无恙后，她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扶着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惊魂未定的我也没有想太多，靠着她一起下了楼，看着2个人携手离开的背影，躺在地上的韩梦瑶死死咬住嘴唇，不想发出任何声音，却止不住喉间的哽咽之声。她绝望地闭上眼睛，脑海里闪过一幕幕回忆，全部都和我有关。她胃病发作时，我寸步不离地守在她身边，还联系了很多医生，时刻关心她的病情。她撞到墙上，手臂上磕出一片淤青时，我会立刻去煮几个鸡蛋给她轻揉，看过来的眼神里满是心疼。她夜里失眠，我也会强忍着困意，陪着她听各种轻音乐，还会熬一些助眠的汤羹端给她。从前只要是和她有关的事，我样样都上心。如今她为了救我伤成这样，我却一点反应也没有，堂而皇之的和人离开了。直到这一刻，韩梦瑶才终于确信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她认识的那个我了，我不再视她为唯一，也不再爱她了。到家之后，我的心情才慢慢平复下来。我躺在沙发上，喝着送来的热茶，回想起方才发生的一幕，还是有些心惊。我正想和苏婉棠吐槽几句，一侧头却看见她提着医药箱蹲了下来。我的眼神在自己身上上上下下扫了几遍，也没有看见任何伤口，便对她的这个动作愈发不解了。我没受伤，你拿医药箱过来干什么？苏婉棠没有回答我，然后轻轻指着我的脚腕，我的视线跟着看过去，这才发现脚后跟那儿被玻璃碎片刮破了一小块皮。她拿起棉签沾了点酒精，语气格外轻柔，可能会有点疼。这点小伤，平时我根本不会放在心上，所以看见她这么在意的样子，我也有些不好意思。小伤不处理都没事的，你别那么担心。话虽这么说，酒精接触到伤口的瞬间，我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消毒之后，苏婉棠拿起创可贴挡住伤口，殷殷叮嘱着：“我等下让人送些防水的东西来，这2天你洗澡的时候记得带着，小心一点，不要让伤口进水。要出门就穿拖鞋吧。”我自幼离家跟在姑姑身边，回国后4年大学6年恋爱，都是孤身一人在外地，还是第一次碰到为了我身上一点小伤口这么大动干戈的人。惊愕之余，我也想缓和气氛，便开了个小玩笑：“不用那么麻烦了，说不定等你的东西送过来，伤口都好了呢。”苏婉棠抬起眼，定定地看着我，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认真。今天你之所以会受伤，也是因为我的疏漏。我难辞其咎，只要是伤口就会痛，我不想让你受了这么大惊吓后，身体还会不舒服，所以才会有些啰嗦。但多注意些总归是没有坏处的，就听我一次吧。燕之，不知是因为他的语气太过真诚，还是因为他眼里一闪而过的自责，我的心弦被撩拨了几下，颤动个不停。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睛，垂下眼眸，微微点了点头。苏婉棠提着医药箱离开后，我接到了糖果打过来的电话。裴燕之，你就这么绝情吗？梦瑶为了救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你都不来看他一眼吗？听着他这毫无端由的指责，我也不想被泼上这么一盆脏水，冷笑了一声。要不是他一直纠缠我不放手，吊灯根本砸不到我头上，他受伤不过是自作自受，这也能赖到我头上。不管事情如何，他总归是在要命关头推开了你，你就真的一点旧情也不念吗？我都有些佩服他这死皮赖脸颠倒黑白的能力了，懒得再和他多说废话，一晃眼瞟见腿上的创可贴，直接撒了个谎。我倒想去看他，可是我腿上也受了伤，现在出不了门啊。电话里沉默了10几秒，糖果清了清嗓子，提出了新的条件。来不了就算了，但人情总是要还的。这样吧，我听说1个月后是云道项目的立项晚宴，你让秘书送几张邀请函过来，就算2清吧。原来是打着这个算盘呢，我忍不住嗤笑了2声，随口就答应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给姑姑发了几条消息，问了问这个项目的具体情况，然后托她明天送几张邀请函过来。接下来几天，不管我去做什么，苏婉棠都跟着我。起初我还会劝她去忙自己的事，却一次次被她用婚假这个借口堵回来。渐渐的，我发现只要苏婉棠在身边，不管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，她总能适时提出意见，也习惯了她的存在。朝夕相处下，2个人很快就熟络了起来。深夜我要加班，苏婉棠会拿着电脑陪在一旁，安静地做着自己的事。偶尔她有事要出门，也会第一时间给我报备，事情地点回来的时间都会说得很清楚。休息时还会陪我出去约会逛
带我见识了许多新奇有趣的地方和小玩意。半个月后的春节，裴苏两家人一合计，准备聚在一起团年守岁。两大家子10几口人坐在一起，热热闹闹的聊着天，话里话外都绕不开刚结婚不久的小两口。裴母一脸欣慰的看着坐在身边的一堆鄙人，感慨不已。燕之这个倔脾气跟他姑姑一模一样的，毕业后我让他回京北，他怎么也不肯，非要一个人在外面打拼。哎，我都拿他没办法了。晚唐啊，他要是哪儿做的不好，你可要多担待啊。母亲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吐槽自己，我有些不忿，正要为自己辩解两句，苏婉堂把刚包好的橘子放到我手上，含笑开口：妈，你言重了，燕之哪里是倔呢？我觉得她很独立，也很有主见，未来和姑姑一起，一定能挑起裴家的重担。倒是我还要多和她学习学习，可不能拖了她的后腿。他说完，苏家人也跟着夸了起来，只把裴母夸到合不拢嘴，语气里都是愉悦。只要你们俩合得来，我们做长辈的就开心。要是能早点生个孩子啊，那我们就更高兴了。几个长辈听见后也跟着调侃起来，我的脸耳尖变得通红无比。苏婉堂注意到我脸上的表情变化，连忙找了个借口，拉着我去了花园。被冬天的冷风一吹，我的脸色才慢慢恢复了正常。苏婉堂嘴角勾起一丝浅笑，主动岔开了话题：明天那个晚宴，你也要去吗？去吧，韩梦瑶的邀请函是从我手上送出去的，我得去盯着他，顺便看看他到底打的什么主意。那还有多的邀请函吗？也给我一张吧。听见这话，我满眼诧异的抬起头看向他。这个项目是还行，但你和大姐最近不是在忙元川那边吗？这么要紧的关头，还要想着来打探打探风声啊？苏婉堂知道我这是在开玩笑，飞快的眨了几下眼回应：当然不是对这个项目感兴趣，只是逢年过节的没什么事做，想和你一起去转转罢了。我了然地点了点头，想起手头只剩下一张邀请函，便拉着他下楼去找姑姑。云道项目的晚宴定在了京北最大的酒店里，晚上7点，项目负责人缓步走上台，宣布晚宴正式开始。裴家的车在路上堵了，迟了半个小时才到场。一推开门，裴之咬就被等在门口。闻风而动的有心之人团团围住了。看见这么多人，我也不想趟这滩浑水，拉着苏婉堂避开人流进了门。两个人本来就不是为了项目而来，便闲庭信步悠哉悠哉地穿梭在大厅里，品鉴着美食和红酒。站在2楼的韩梦瑶端着一杯香槟，靠在栏杆上，一眼就看见了正和苏婉堂耳鬓私语的我。这1个月里，他想了很多，我已经对他死心了。我是裴家人，娶的又是苏婉堂，两家无论是哪一方，都不是他能得罪得起的，所以他一直劝着自己放下往事，认清现实。可做了这么久的心理建设，再看见他们俩出现在自己面前，做出这么亲密的样子，他心中依然有些愤愤难平，脸色瞬间就黑了下来。一旁的宋景年跟着他的视线看到我后，眼睛也亮了一下，拉着夏之薇就往楼下走去。糖果见状，也拉上韩梦瑶跟了上去。4个人穿过人群走到我面前，只有夏之薇认识苏婉堂，便抢先打了招呼：三小姐，好久不见，听说你前些日子刚大婚，新婚快乐。苏婉堂虽然不待见他们两人，但在这种场合还是维持了优雅礼貌，微微颔首致意。多谢。这2个字一落，场面又冷了下来。夏之薇不好再开口，便给宋景年使了个眼色，他连忙上前对着我挥了挥手：燕之哥，还记得我吗？我们2个多月前见过一面呢。面对他这热情的态度，我回了一个浅笑：宋先生，好久不见。听见他的声音，韩梦瑶这才抬起头，正好看到我扫过来的冷淡眼神，她挤出一丝笑：燕之，好久不见，听说你那天受了伤，现在好了吗？托你的福，康复的不错。我这意味深长的语气让韩梦瑶心头一颤，脸上浮现出愧疚的神色。她情不自禁的想要解释，话还没出口，就被苏婉堂打断了。我和燕之陪姑姑来参加晚宴，没想到还能在这遇到之微您。新年时节，你们千里迢迢飞来京北，是有什么事吗？听见这话，糖果连忙撞了撞夏之薇的手，示意她抓住机会。我们几家也对云道这个项目有些兴趣，就想着来看看。听说燕之的姑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不知道婉堂你能不能看在我们往日的情分上，帮忙引荐一下。苏婉堂并没有立即回答他，而是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似是在征求我的意见。2个人眼神交流之后，我悠悠开口：我和婉堂倒是想帮忙，但你们也看见了，我姑姑现在忙得脱不开身，怕是不方便。3个人对视了一眼，也听明白了这话是拒绝的意思，也不想得罪人，寒暄了几句就告辞。只有韩梦瑶留在原地，定定地看着我欲言又止。我不想搭理他，拉着苏婉堂就走开了。他却像丢了魂一样跟在2个人身后，从大厅转到2楼，又跟到了花园。眼看着四下无人，苏婉堂才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冷着脸看向韩梦瑶：韩小姐一直跟我何先生，是有什么话想说吗？韩梦瑶这才惊觉自己的行为很不妥当，连忙道起了歉：不好意思，是我喝多了，有些糊涂了，认不清路。听见这个蹩脚的借口，苏婉堂轻笑了几声，语气却冷淡无比：一时糊涂也就罢了，可千万不要一直糊涂。燕之念旧情，我和韩家可毫无交集，谈不上什么旧情不旧情的。话里话外的威胁之意，让韩梦瑶的心直接坠入了谷底。她知道，以苏家的能力，只要苏婉堂随口说几句，韩家指不定哪天就从户上消失了。韩梦瑶不敢拿家族做赌注和他呛，只能咬着牙咽下这口气，转身回到大厅。还没进门，他就听见里面传来了喧闹声，糖果的声音夹在其中格外清晰。裴总，您的侄子和我们也有些交情，您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喝了我们敬您这杯酒也不行吗？虽然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，但一听到这句话，他就意识到坏事了，连忙闯了进去。刚穿过人流走到中心大厅，那句裴总对不起还没出口，他就看见裴之咬拿起电话叫了保安。一时之间，全场都寂静了下来，其他宾客纷纷一脸幸灾乐祸的看向惨白着脸的4个人。被冒犯的裴之咬一时一脸冷色，一点面子也不留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朗声宣布：今天是云道的立项晚宴，不是什么后门捷径。诸位既然拿到了邀请函，
还请认真倾听等会儿要开始的发布会，不要学这几位走些歪门邪道，不然被赶出宴会，可不要说我裴之遥没给你们脸面。10几个保安押着4个人离开时，我刚好带着苏婉堂回来，夫妻俩在门口驻足眺望了很久，然后对视了一眼，都从彼此眼神里看到了笑意。大厅里传来主持人的声音，看来项目会要开始了，挑事的人被赶走了，我也不想留在这儿，便拉着他说要回家。苏婉堂事事都依着我，给裴之遥发了条消息后，就开着车走了。这几天夫妻俩一直住在老宅，家里的佣人也都回去过节了，家里空空荡荡的，2个人窝在沙发上看了一部电影。接近凌晨时分，我突然想吃汤圆，过节又是深夜，附近的店铺外卖都停了，看着手机上无法配送几个字，深深叹了一口气。看着他一脸惆怅的表情，苏婉堂脸上露出温柔的笑，起身进厨房，从柜子里翻出来一袋糯米粉。看见他这动作，我好奇地凑了上去，眼里都是惊喜。你还会做汤圆啊？苏婉堂看我摆弄着糯米粉的样子，知道我也想试试，便取下了2个围兜，给我套上了一个。不会，找个教程学习一下，应该很简单吧？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，连忙打开了手机，2个人对着教程做了1个多小时，才勉强揉出了一个大一个小、形状各异的汤圆。水烧开后，我想下汤圆，苏婉堂怕我烫着，连忙接过盘子，要我去取2个碗来。家里没有料糟，他便放了一些红糖进去调味。等2碗汤圆端出来时，已经过了12点。我用勺子把碗里最大的那个汤圆舀起来，在他面前嘚瑟了一番。最大的在我这儿，看来今年我要走好运了。苏婉堂一脸笑意地看着我，我咬了一口，脸上的得意僵硬了几秒后，又恢复如常。看见我的表情变化，苏婉堂笑着问了一句：“不好吃吗？”我的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了几圈，疯狂点头，然后把勺子伸到他面前怂恿着：“特别好吃，你想试试吗？”苏婉堂只瞟了一眼，就知道我揉的这个李子大的汤圆没煮熟，但他却1秒也没犹豫，低下头把剩下的半个汤圆吃了。见他上当了，我嘴角的窃笑都快要憋不住了，火速抬起手盖住脸：“好吃吧？”我的语气里满是幸灾乐祸，可苏婉堂脸上却露出了惊艳的表情，举起了大拇指：“好吃，甜甜的，糯糯的，很合我的口味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的眼睛都亮了，让我摸不准他说的是真是假，但他还是相信自己的味觉，直接放下汤勺，一只手抬起他的下巴，扒拉着他的嘴。苏婉堂直接把嘴里的东西咽了下去。等我费尽心思撬开他的嘴时，什么也没看见，脸上顿时露出了失望的表情。明明是生的，你骗我的吧？2个人打打闹闹间从沙发上滚了下去，一起跌到了地毯上，脸贴着脸，鼻尖对着鼻尖，空气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暧昧起来，咫尺之距。我甚至能听见自己胸腔传来的隆隆的心跳声，脑子告诉我，这种情况下应该放开他，但落实到行动上，我又不想抬起手。时间流逝下，2个人的呼吸都越来越急促，紧密相连的肌肤温度也在急速上升。苏婉堂能从我的瞳孔里看到自己的倒影，他忍不住抬起手，想摸摸我长长的睫毛，随后径直闭上了眼。有时候不表态也是一种态度。我深谙此理，俯下身轻轻凑到他的耳朵边：“可以吗？”听着我那轻声的问询，苏婉堂只觉得心跳都要停止了。他知道我的意思，只觉得身上要起火了，微微点了点头。下一秒，地转天旋，他被我抱在怀里，唇齿交接间，2个人的呼吸终于融为一气。而今夜还很漫长，